哇 ，Hello， 2023要过完嘞，不知道大家在2023年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事发生，或者是自己的断舍离啊、自己的计划执行的怎么样？但是不论过去如何，我们都 let it go。好消息是，离2024还有2周，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剩下的2周超前部署一下。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5个为了2024暖身准备的步骤，让我们能够更优雅、从容的迎接即将要来的美好的一年。第一步，如果不想要在新年前断舍离或者是大扫除的话，至少我们也清一下冰箱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在韩剧或者是一些电影里面，如果一个导演要凸显这个角色的特质的时候，通常会让观众看他们家的冰箱，因为我们观众一看到冰箱，大概就能80%-90%的 get 到这个人的生活形态、工作性质、个性、家里的财务状况等等的。好吧，拿电影当例子，可能有一点抓马，是我蛮认同冰箱可以一定的程度反映出我们的生活形态，至少可以反映出饮食规不规律啊、均不均衡，还有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。做计划前盘点清整一下我的冰箱，回顾一下今年有没有吃的营养均衡啊，有没有一些东西摆着摆着就过期了，根本没有吃它。在轻松的盘点冰箱的同时，也自我复盘一下。第二步，不论2023我过得如何，在今年结束之前，我都想要问自己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想要问自己，喜欢自己今年的哪些行为、决定、状态、表现？第二个问题，我会问自己，相反的，不喜欢自己的哪些行为、决定、状态、表现？复盘这些我不喜欢的状态表现，不是要我自己苛责自己，而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某些行为让自己受了委屈，但是像有一些计划的错误啊，或者是比较没有效果，诸如此类的。以前呢，我都会很苛责自己，时候是一个激励的形式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我发现并没有带来正面的效果，反而带来了反效果。除了比较没有建设性之外，我也会让自己对于未完成的计划或者是试错的经验充满负面的情绪，就越来越不想要去碰那些我没有完成的计划，我会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今年我读到，不管是谁的人生，不论是贾伯斯还是贾斯汀，或者是你，或者是我，或者是你，或者是我们的人生其实都可以主要分割成2个部分。你猜是哪2个部分？其实就是可控跟不可控。举个例子好了，就像是我今年开始做 content creator，我可控的部分呢，就是我可以学习摄影、灯光、录音、修音、后制、剪辑、写好文案。对了，还有对镜头说话，这些技巧是我可以控制的，但是也有我不可控的，像是 YouTube 要把我的影片推播给谁，这个影片受不受欢迎，如不如预期，或者是现在的流量又流到哪去了，等等的，这些都是我不可控的部分。但是今年我学到，对于不可控的部分，我就放下，然后许个愿，抛向宇宙，再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。人生有一半是不可控的，那我决定要放弃完美主义，停止对自己过度苛责霸凌。长大以后，我们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跟自己的父母，所以我们要帮助自己达成目标。不论复盘的结果，我的满意程度是怎么样，我都想要跟自己说辛苦了。第3步，看到这，你是不是有点急？理性的计划跟浪漫有什么关系？先别急，人因梦想而伟大。周星驰不是说吗？如果没有梦想，我们跟咸鱼有什么差别？这集也是想要分享一个比较柔性暖身的准备工作。在计划未来的时候，可以把自己心中那些粉红泡泡里的梦想，实际找一些图片，做成一个 vision board， 就是愿景版或者是梦想版，看自己的喜好，想要印出来还是电子化。每天要为梦想努力前，就打开愿景版看一看，自己正朝着什么方向努力，变成工作前的一个仪式。我后来也想到，我小时候就会去收集一些关于我的梦想中的职业或者是生活形态，在我脑中的东西去找那些图片。经过我的努力之后，很多计划也实现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可能算是一种很强的心理暗示。正向思考不是说，如果你有一个梦想的话，你最好把这个梦想给影像化，把它想得越 detail 越好。关于我的 vision board 的制作方式，下周会出一个 shorts 跟大家分享。有兴趣的话，别忘了暂停一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第4步，
现在梦想的画面我们都有了，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就是我们要把梦想跟现实搭一个桥梁，连接起来，看怎么样可以实现它。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很大的梦想拆成很多个小目标，而这些小目标呢，就可以像一层一层一层的台阶，带你到你想要到的地方。前阵子我刚好有看到一篇访问韩素汐的文章，他说比起走向终点，先把自己面前建造好第一层台阶是更为重要的。就像断舍离一样，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挑战大魔王，我们自己的自信心是要靠打过一些小关卡还有小魔王开始累积的。第5步，到这一步，你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要迎向新的计划了？所以我们在执行计划的前一天，可以让自己有一段时间好好的静下心，点个蜡烛，泡杯热茶，在睡前好好的拉伸一下，给自己营造一个很安静的空间还有时间，让自己身心灵充电。充饱电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准备如何在第2天早上执行我们的计划。不过不论你是哪一天看到这支影片，想要提升自己或者是重启自己的人生，任何时候都不晚。相信2024年将会是我们很美好的一年。感谢你宝贵的时间，如果觉得这个影片有用的话，别忘了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